各位，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互联网大了是什么人都有。因为这两天呢，我在批评郑丽文啊现在的这个态度，有这个几个鸡血神经病啊，你这个不停的追着我留言，说你看看你当初看错了郑丽文了吗？不是，当初郑丽文刚上台的时候，他说那个我们坚持9·2共识啊，这不是当时一个很好的表态吗？我说郑丽文一定是统派了，我说他会这个一辈子不变了，对吧？所以这些鸡血神经病啊，这个人一极端就必须得脑残嘛。这个政治人物他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那我们这个评论也得跟着他的这种表态来转变呢，对吧？我们又不是他妈算命的，是不是啊？他变了以后，我们还照样这个支持他吗？对吧？所以这些鸡血神经病是永远也跨越不了阶层，是因为他脑子上本来他就没有那个智力，对吧？那郑丽文呢，最近呢，说实在的，中国大陆的官媒啊，这个对他的这种这个定性啊，到现在还是一直是很包容的。尽管是郑丽文7月31号挑了这个特殊的日子去日本那儿这个上赶着捐款啊，但是呢，大陆的海峡导报8月8号的时候啊，仍然报道说郑丽文在做客彭文正的节目的时候，他说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直言民进党鼓吹台湾已经独立，完全就是胡说八道啊。这个郑丽文呢说，现在2300万民众拥有的一切，包括来之不易的和平啊，如果是宣布台独的话，瞬间就会灰飞烟灭呀。但是呢，中国的网友说他的这番言论留有很大的这个回旋空间啊。他说两岸的统一是虚无的事情，现在我们不要讨论虚无的事情。他虽然点明了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从来也没有独立过，但是对于什么时候直面统一，什么时候推进统一，他依旧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呢，是吧？明显是跟之前的言论相比，是有着偷鸡耍滑的这种味道啊。其实呢，郑丽文在2025年11月1号正式就职国民党的时候，他发表了就职演说，最后阶段他说台湾是个国家，这又打脸了吧？说感谢朱立伦主席所率领的全体国民党团队，过去4年你们辛苦了，我也知道面对来自民进党无情的打压，想要团灭国民党，你们委屈了，你们受苦了，但是我们没有自怨自艾的时间，国家的前途在等着我们，台湾人民在等着我们，我们从此刻起身上的每一道伤痕都会转变成我们作战的盔甲，只要打不死我们的未来都会使我们更加强大吧。当时他话里话外他也说台湾是个国家，什么中华民国嘛，对吧？所以郑丽文现在的这种变来变去，十分的不可信嘛。而沈毅在采访中一针见血的就道出了郑丽文的本色。虽然郑丽文沈毅也没提名道姓，也给他留着面子了。郑丽文就是一个翻版的马英九，就是一个脱统派。谢谢文森 Ruby， 他想要提到的就是说，他自己的观点，他说郑丽文感觉是翻版的哈里斯，缺乏正确和全局认知，只会堆砌词语，无非就是以拖代变，最终促成华独台独合流，坐稳一方小朝廷。中国有句古话，白眼狼是养不熟的。当然，这个是他一些看法。我不评价岛内具体政治人物，但是整个台湾岛能够有的选择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收束的，不是扩散的。这是第一。第二，去看正当时的文章，没有永恒不变的现状，没有永恒不变的现状。那台湾岛内像唐湘龙这样一些人，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你这现状什么意思？因为力量对比在改变，然后呢，力量对比的
就是力量的对比，尤其是中国跟美国在台海这个区域的力量的对比，它花了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就让人产生了一个误会，就好像这种状态可以无限制的拖延下去，这是不成立的，对吧？然后第三，大陆对台湾啊，这个我觉得，岛内有很多人讲过，就是在不同的群体当中，对于台湾这个问题的认识，它的情感价值、它的情绪价值是有代际差异的。你跟比我长一辈的人去聊两岸问题，他肯定跟我的叙事框架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是现在你去跟大陆这边48年、49年、50年这些人，就是比我长辈，大概我父亲那个年龄的人去聊两岸问题，你会发现一点，就是什么呢？随着大陆实力的这个崛起，随着在中美战略博弈当中，中国真正意义上形成了平视美国的这个架势之后呢，大陆一般性群体整体意义上对台湾，都觉得这个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不应该再继续拖下去了。大家现在对什么都感兴趣，什么感兴趣？对统一感兴趣，对用和平的方式还是非和平的方式统一感兴趣，但是唯一不感兴趣的就是无限期的拖下去，就是只谈和平不谈统一，这个论调在中国大陆是没有任何市场跟空间的，所以你也就不要浪费时间来贩卖这种完全没有市场的东西了。所以你一定要，各位真的那两篇文章里面直接把不独不统这三个表述称之为三个响屁，这种如此个性化的表态，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绪的探针，就代表说掌握着决策圈的那个群体，他真的耐心在丧失，他觉得很 frustrated， 他觉得很失望，对，他觉得很失望，知道吗？失望，这种失望甚至是混杂着一丝不那么容易察觉的不耐烦，就从允许这句话在网上公开出现，并且用于指名道姓的说了某人和某党。那这不是都很喜欢精细化的去认识和理解语言吗？要掌握心态嘛。那我现在就把这个语言和心态用这种方式公开放在面上，你敢不敢面对？那如果这个时候你继续玩小确幸，什么意思？就是除非你把这事情砸我脸上，否则我就当没看见，我就厚着脸皮，我就舔着脸，我就装傻充愣，那不是没意思啊。那就是说你会传递过来一个信息，就是你让这边感觉到你传递过来信息是什么？嘿嘿，我反正敬酒是不吃的，贱吗？啊，我敬酒是不吃的。那你如果要你首先确定啊，你真的想传递这个信息过来吧？你真的想传递这个信息过来，这边会接到的啊。这边接到了以后会怎样？这个我也不用去预测，大家自己看就行了。会有动作的。风向嘛，跟着风向变，后面总归是有动作的。到时候再请老师做解读。谢谢尾号7074朋友的支持哦。他说：“沈毅老师，难道咱们就眼看着赖桑那批人一直掏空台湾吗？”赖桑那些人在干什么？赖桑那些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台湾岛内的老百姓要不要？台湾的老百姓是如何看待的？台湾的老百姓是如何去做的？这首先是台湾老百姓自己要干的事儿。大陆还在用这件事情去看说，台湾岛内老百姓到底如何认识和理解赖桑呢？不是大家要做区隔吗？主要他归他，我归我，对，你的动作在哪里？你跟他有什么区别？你做了啥事儿？
你做了啥事儿？那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这个东西就跟统一实现之后的治理方案有关。哦，你自己选的，还有什么跟统一的方式有关？我记得那个帅浩明将军做过一件很有趣的事儿，他们当时做了个节目，当时讨论的对象应该是民进党那边做了个民调，说有多少人支持台独啊，还是多少人愿意为台独而战，那个比例挺高的，对吧？然后帅将军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哪天你90%或者是100%都支持的话，那你不是替共产党省事儿了吗？他们就把简单了呀。无需考虑，直接拿下。对吧？既然你告诉我那天道理啊，我懂了，那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呀，对吧？所以道理是一样的。好，大家都在讨论，既然是民选的，自己选上去的，就不要装白莲花了。那自己选的嘛，太再难吃也跪着也含泪也要吃干，也要吃下去嘛，对吧？而幸幸福福的日子过不好吗？不用区分了，全体灭了。这个大家就比较讲这个，对，比较直白，对，直白的语言，伤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嘛。很不好。好的，对，好，感谢一下我们这个对这个朋友，稍等我一下，谢谢你送的，谢谢宋帅哥送的礼物，同时也谢谢我们 B 站很多朋友参与到节目的讨论听取蛙声一片，赖统一加油，渣渣辉还是太超前了，好了，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其实，在国民党的党内啊，很多的大佬啊也看不下去了。7月27号的中评会上。资深的大佬韦伯涛直接摊牌了，他对郑丽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作为国民党的大佬呢，他说直面两岸统一，点名郑丽文应该立刻领导国民党研究两岸和平统一，并尽快拟定对应的谈判条件与底线。韦伯涛是国民党的资深元老，他是官僚学者出身，长期认同国民党党章里的和平统一的定位。反对无限度的妄想永久的维持现状。韦伯涛曾参选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时期一度出任台湾的行政机构的主计长。现在呢，他公开喊话郑丽文，让他面对两岸统一的态度呢，这个说实在的，就是郑丽文的态度遭受到了党内的一些大佬的严重的质疑。显然呢，韦伯涛明显对台海现状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郑丽文现在应该立刻找大陆谈和平统一的问题。韦伯涛明确地告诉郑丽文说，两岸的实力悬殊越来越大，台海的不统不独的所谓的现状是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的。如果郑丽文现在不尽快的采取行动，抢夺谈判的先机，只会丧失主动权。这一次呢，对郑丽文的提案呢，本身就是一次严肃的拷问。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国民党坚持只讲和平不谈统一的模糊的两岸路线那么还能够回避统一的核心议题多久呢？就像沈毅先生说的一样，台湾的这帮脱统派最后呢也得沦为台独的一份子，难堪大用。各位，你们说呢？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